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Giselle。Welcome to today's original suspense shadow practice clip. First, try to guess the unknown words from the context and grasp the whole story. Then shadow along for better oral fluency on your second listen. Check the video description or the pinned comment for the link to the full text of the story. My Patreon has all chapters of this suspense series, plus full structured study packs for my daily vlogs with pinyin, grammar breakdowns, and practice quizzes for systematic learning. 我们开始吧。我重生了，这次我要慢慢活。第1集，闹钟。我死了，我死在加班的晚上。电脑屏幕还亮着，上面是老板发的最后一条信息。这个报告明天早上9点前必须给我，做不完就别来了。滴滴滴，滴滴滴，好吵，是闹钟的声音。我重生了，我回到了5年前。上一世，我25岁，为了钱，为了老板的一句加油，每天工作16个小时。我没有朋友，没有生活，最后连命都没了。我拿起手机，找到老板的电话，直接打了过去。喂，小张，报告写完了。老板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我清了清嗓子，用最平静的声音说：“老板，我不干了，再见。”没等他说话，我就挂了电话。然后我把手机关机，扔到床上。我感觉心里好轻松，我决定今天要去公园散步，要慢慢地吃一顿早餐，要好好活着。我换了衣服，走出家门，经过邻居门口时，门正好开了。邻居大哥带着他的小女儿出来。小女儿看见我，奶声奶气地说：“阿姨好。” If you like all chapters of this suspense story or structure daily Chinese study materials with pinyin and quizzes, head to my Patreon via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Now, let's get back to the video. 上一世，我每天早出晚归，很少和他们说话。我记得后来这个女孩好像生了一场大病。我蹲下来，笑着对她说：“你好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糖糖。”小女孩笑得很可爱。她爸爸在旁边有点不好意思：“张小姐，今天不上班啊？”“不上了。”我站起来，看着邻居：“以后都不上了。对了，糖糖最近身体好吗？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邻居愣了一下，说：“挺好的啊，就是昨天晚上有点发烧，不过早上已经退了。要小心啊。”我认真地说：“如果一直发烧，一定要马上去大医院。”我走到公园，看见很多老人在打太极拳。一个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吓了一跳，转头一看，他
是我的老板。老板也看见了我，他愣了一下，然后更生气了。小张，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今天的报告多重要？你马上给我回来！上一世，我因为怕他，因为他的一句话，丢掉了性命。这一世，我一点儿也不怕了。我对他笑了笑，说：“老板，我已经辞职了，报告的事儿你自己想办法吧。”你，老板气得说不出话。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离开我这里，你还能去哪儿？你别后悔。后悔？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我最后悔的，就是以前太听你的话。从今天开始，我只听我自己的。说完，我转身就走。我能感觉到老板在身后气得跺脚，但我没有回头。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晚上，我躺在床上，就在我准备睡觉的时候，隔壁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脚步声，有大人的喊声，还有小女孩的哭声。糖糖，糖糖，你怎么了？你别下巴吧！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是邻居，糖糖出事儿了。我赶紧穿好鞋，跑到隔壁，用力敲门。邻居大哥，怎么了？需要帮忙吗？门开了，邻居大哥抱着糖糖，脸色苍白。张小姐，糖糖又发高烧了，40度。我叫了救护车，但是车还没到。我突然想到，上一世糖糖就是因为一场高烧耽误了治疗，然后不行，这一世我一定要帮他。别等了，我果断地说，我开车送你们去医院，快！急救室的门开了，医生走了出来，邻居马上冲上去，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医生摘下口罩，脸色很严肃。我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我重生了还是改变不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哥哥打来的。我走到一边，接起电话。喂，小张。哥哥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我听说你辞职了，还跟老板吵架了，你长大了啊。哥，我声音有点抖，我现在没时间说这个。别着急，哥哥打断我，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你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是不是在你公司附近？那个小区是不是叫幸福花园？是，怎么了？哥哥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劝你尽快搬走，因为我查到了那个小区的地下以前是化学工厂的旧址，住在那里的孩子特别容易得白血病之类的重病。我的手机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急救室里，糖糖正在和死神搏斗。
而堂堂的病突然变得不那么简单了。Okay guys, you can find my Patreon link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 It includes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suspense series for immersive listening and shadow training. Besides, I release 2 to 3 refined study packs on my daily vlogs every week, each with pinyin, word list, grammar explanations, and quizzes. Upcoming perks also include Survival Chinese Full Series and exclusive behind-the-scenes clips. If you want both immersive shadow stories and systematic Mandarin learning resources, click the link to join my Patreon and unlock everything. Thank you guys!